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长安24季完美收官，演员演技受好评，程毅成最大赢家。说实话，2025年的古装剧市场能让观众追完还意犹未尽的《长安24季》绝对算一个。昨天大结局一上线，微博话题阅读量直接破10亿，豆瓣评分7.8，全网都在讨论这10位演员的演技。说真的，这次全员演技在线，没人拖后腿，程毅更是成了最大赢家。程毅疯批谋士的偏执与破碎，被他演成了传奇。谢怀安这个角色是程毅真正意义上撕掉温柔古装美男标签的关键节点。为了贴近角色，他提前3个月减重15斤，脸颊消瘦，肩骨凸显，自带一丝命薄纸片般的脆感。白发初登场时，便让观众意识到，这一次程毅是带着野心来的。最具代表性的是雪地桂林那场戏，灵牌被他攥得指节发白，颤抖的睫毛像是压不住的风雪。短短30秒，17滴泪珠精准踩着台词断点落下，从压抑的抽泣到崩裂的嘶吼，再到最后的无声颤抖，情绪层层递进，把还未相认便痛失至亲的遗憾与痛哭打进每一个观众心里。有人说，那一刻谢怀安不是疯了，是心碎的无处安放。更动人的是，拍摄时就连片场的狗狗都被他的情绪感染，默默把下巴搭在他臂弯上安慰。这种能让动物共情的表演，不是技巧，是代入。难怪这段戏上线12小时播放破2亿，热搜第1实至名归。刘奕君，帝王跌落，破碎感拉满。刘奕君饰演的萧武阳，从高高在上的帝王沦为阶下囚，双眼被割瞎，一只胳膊被斩断。他把从云端跌落谷底的破碎感演活了。之前是不怒自威的帝王，眼神里全是杀伐果断。之后只剩麻木与屈辱，每一个细微的表情都在叩击着观众的内心。尤其是在藏水川与暗卫肉搏那场戏，他把君王的柔情藏回袖口。观众说他像一把折扇，开合间全是锋刃。王劲松潜伏40年，细节见真章。王劲松饰演的吴仲恒，在长安潜伏40年，他把时间演成了一把钝刀，缓缓没向城墙。一个小动作，一声轻叹，都像在计算粮草与里程。等到狼烟升起，他披着大氅露出盔甲上练出的腹肌，这一幕直接刷爆社交媒体。野心没有外露的吼叫，只有波澜不惊的温度差。王劲松用细微停顿完成了角色的转换。周琦一人分饰2角，演技惊艳。他让观众忘了同一演员这回是镜头切换，他连呼吸频率都换。童星出道的经验在此刻兑现，比某些流量的哭腔更有说服力。童梦石，江湖浪子，动作利落。童梦石饰演的叶铮，跟着谢怀安并肩作战时，动作戏几乎不用替身，招式干净利落。之前五竹的光环曾让他被定型，这次他主动加了些不羁的笑，让角色不像机器，更像江湖浪子。打完架，他对好友的半句调侃，又能把紧绷的剧情松一下，这样的小细节让角色更生动。徐璐，纯粹底色，被爱包围。徐璐饰演的白婉，是剧中最纯净的底色。她身无武力却敢捅青衣，明知虎臂逼近仍不肯泄密。雪夜写信那场戏，灯火映在眼里，她把愧疚表成了微微发亮的泪，让人心疼。倪大红，3层面具，化繁为简。倪大红饰演的岑伟宗，先是温吞的铁墨商贾，转身又是冷酷的情报头目，最终露出改天换地的大志。每一次抬眼带着莫测笑意，都像给镜头加了1层雾，剧情随之折射。
他不到3场戏就能把人物3层面具接给你看，这份化繁为简的功夫，年轻演员还在练。张涵予，反派压迫感，颠覆形象。张涵予这次饰演的严凤山，颠覆了以往的硬汉形象。他的表演冷静且压迫感十足，身着暗色锦袍，眼神中的不屑与威严，让人不寒而栗。一句慢生长安妃，你知长安，把对手的气焰浇灭。虽然头脑略输给谢怀安，可自负让他屡败屡战。这样的反派让人恨不起来，反倒生出几分唏嘘。叶祖新，轮椅战神，演技厚重。叶祖新饰演的顾玉是轮椅上的战神，他把双腿的无力演进肩膀的硬挺，让人物有了钢铁般的说服力。被铁木王割喉放血时，仍用身体藏匿军令传递情报，惨烈牺牲的场面看哭无数人。观众记得他从步步惊心走来，如今发现他更适合古装的暗色调，演技也更加厚重。程泰深，反派柔情，令人唏嘘。程泰深饰演的烛之龙是一个游走在狠戾与柔软边缘的矛盾体。他轻描淡写地吐出1、2个孩子的生死没那么重要的狠话，可眼底不自觉漫起的湿润，却撕开了他强硬伪装下的裂缝。最终自刎的瞬间，观众看到的不是一个穷途末路的反派，而是一个被自己的执念与温情撕扯至尽的可怜人，让人恨不起来，反倒生出几分唏嘘。毫不夸张地说，长安24季能火，离不开这10位演员的精湛演技。为什么长安24季能火？因为它证明了一件事：真正的古装剧不是流量堆出来的，而是演员演技、剧本逻辑、制作诚意共同撑起来的。10位演员没有一个糊弄，主角撑全剧，群像稳住盘，情绪精准，角色有弧光，观众自然愿意追到最后。而诚意，凭谢怀安一脚彻底完成转身，从流量小生走向实力派古装男主。他不再只是好看，而是有戏、有张力、有记忆点。写在最后，长安24季完结，但谢怀安的风与痛，王劲松的人与谋，刘奕君的碎与傲，都还在观众心里回响。有人说，这剧最大的意义是让人重新相信一句话：只要用心拍，观众就会买账。你觉得长安24季哪位演员最让你惊艳？如果只能选一场戏入戏骨名单，你会选谁？留言见我等你。